一日一早，平安寨的支援就到了。四当家常勇满面感慨：楚将军，您不知道，宋志达弃城而逃已经被九安百姓骂死了，现在他还没到九安呢，但是九安声势浩大，骂着不让他进城。您过来支援，直接打赢了6万西戎军的消息也通过飞鹰传了回去，百姓们比官府都高兴啊！嘿嘿嘿，要不怎么说是楚将军呢？是咱们平安寨呢，1万人就打败6万敌军，要不是为了防那内贼，大当家这一趟也非要来打不可。内贼可有露出马脚？这杂种放了一把火后就没了动静，我猜要么是这一趟跟出来了，要么就是怕了不敢动作。虽如此，也不可放低防备，待宋志达到九安，难保不会与周仲文掉头打寨子。说有情况，立刻传飞鹰于我。是，楚将军。楚大夫人，我这一趟又带来了2架没良心炮，1000包各种规格炸药包，500架木炮，500个陶罐炸药，您看够用不？东西不少，但肯定是不够用。不过你们不用再送了，后面再来风险太大。哎，楚大夫人，还有我怕陈河的盐不够，一听说打起来了呀，就赶紧回寨子带了点盐过来。小常兄弟也来了。楚大夫人，九安的盐那盐家胆小，不愿意卖了。不过您放心，有我在，以后这事儿我保准给您办好。还有件事啊，那万家人找上了咱们，说不打算合作了。万泽的决定无非是答应或者不答应，不在谢之意料之外。他也不失望，万家不合作，迟早也会有人找上他们主动求合作。好，我知道了，不合作就罢了。楚大夫人，我能不能也留在军营里出一份力？你别看我瘦，我长哥可知道我的本事。之前打仗的时候啊，我可每次都冲到最前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谢之自然没什么不能答应的。他刚要松口时，又忽然想起楚怀不喜欢小常，于是又回过头看了眼他的面色。那我就不客气了，小常兄弟来了，我也给你安排在前锋。多谢楚将军。有礼，这可是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好好表现。其实留在平安寨的人谁又不知道，如今跟着楚怀打仗，可正是立军功的好机会。或战死沙场，或是逆天改命，从一介草民封侯加爵。是，长哥，我保证上战场立大功。这一下，整个成河镇都进入紧急备战状态中，人手、粮食、武器。接下来，成河镇要等的就只有当初还存活着的楚家军援军了。然而，令谢之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楚家军还没赶到，成河镇外西戎大军已至。楚大夫人，西戎大军在城外3里之外安营扎寨，好像不打算立刻发动攻势。和我预料的不错，看样子这西戎大将军也有些脑子，知道我们有火药，打算大消耗着。哼，这群瘪犊子，有胆子就靠近一点，看爷爷不炸死他们。大嫂，楚将军何在呀？楚将军，您父亲楚老将军是何等的盖世豪杰，这一生啊，为陈国南征北战驰骋沙场，战功赫赫呀！你们楚家更是满门忠烈，一门6子守国门呐。可你看看，楚家如今落到了什么下场？此乃国之不幸啊！若是在我西戎呢，我国主定将您封为座上宾。楚将军，我们国主有令，只要您愿意投诚，立即封您为镇国大将军，想举国上下之敬重。我们国主答应，定为你砍下了昏君太子头颅，祭奠楚老将军和楚家满门。哼，本将军踏足西戎之时，便是踏破你们西戎王都之日。想要我投降，先提你们国主头颅来见。你，陈国昏君如此对待楚家，害死你父亲兄长，你竟还要愚忠他100里氏江山！你父兄若是泉下有知，都要被活活气笑啊！哼，这江山是天下人的江山，我楚怀只忠于这天下百姓，只为这天下百姓开太平。三当家上！操你奶奶个腿儿，你个西戎孙子，唧唧歪歪的说啥呢？再给人乱喊乱叫，爷爷我就用马桶水给你涮涮嘴！史臣猝不及防，被骂个狗血淋头，气得差点晕倒。身后又传来喊声，他才为了不丢下气势，丢下你们给我等着，才匆匆后撤。三当家，你可真溜。楚将军，您就放心吧，他们再敢来，只管交给我吴老三来骂，看我不把他们骂得哭爹喊娘。实在要骂战，我许青松也行。二当家，你还会骂人呢？楚大夫人，那你是没见识过，我到了二哥面前都骂不过。谢之是挺想见识的，
可是这会儿显然没机会了。很显然，大军虽然压城，可他们现在根本没有开战的意思，打算先打心理战。这也说明他们对火药的畏惧。谢之心中越发的沉稳。他初穿越时还感觉自己虽然有些倒霉，但还赶了个穿越的时髦。但随着越来越融入这个时代，他渐渐明白，穿越到古代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期待的好事儿。这里当王孙贵族享受特权的人寥寥无几，更多的是活得连条狗都不如、艰苦求生的普通人。这天下从来都是普通人的天下。经历过人人平等的时代，谢之接受不了369等的阶级社会。上天既然让他谢之来到了这里，以他的为人，绝对会去选择改变环境，而不是迷失自我。他要这天下是百姓的天下。一个人的力量也许很难，可他深知，唯有牺牲多壮士，敢叫日月换新天。谢之看着身边没一个人，最后看向楚怀，一双澄澈的眼眸，若春池起清波。生有何难，死又有何惧？他要与他一起，一步步脚踏实地的走他们想走的路。七郎，让他们且骂着，看他们什么时候能骂累。我抽空去教军营的厨子做几道菜，让咱们的将士们吃饱喝好，打仗的时候也有精神气儿。好，楚大夫人，城中粮食不多，军营消耗可不少。对了，二当家，都忘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在宋府的粮仓里又发现了整整1粮仓的粮。怕什么？让将士们吃饱。而且寨子里送的物资里有红薯，到时候让城中的百姓们种冬红薯，3个月到4个月就能收获。是我徐老二多言了。二当家的担忧是对的，有备无患。他说的宋府粮仓自然是自己空间里堆着的那些粮。原来楚将军是要造反了呀！我说呢，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大义凛然，还不是为了一己之私？比自私，贵国已经天下无敌。邻国强时，贵国舔着脸称兄道弟；邻国一弱，立刻背地捅刀，嘴脸毕露。打不过时，如丧家之犬，嗷嗷求饶；打得过时，如无头苍蝇，毫无头脑，全靠蛮力。堂堂6万大军，居然被1万军队打得哭爹喊娘，血气逃回老家。论自私，西戎天下无敌；论无耻，西戎敢当老二，无人敢称第一；论丢脸，西戎成河之战已然载入史册。看你们武功如老太上炕，给爷乐笑了；观你们军策若井底蛤蟆，斗大脑仁儿。我军提刀戳你们脑花子，白刀子进白刀子出，空无一物；我军提刀捅你们心肝，白刀子进黑刀子出，黑心黑肝。谢之刚到，就听到这阵阵骂声，朝城墙上投去的怀疑眼神。这还是他认识的徐二当家的吗？急了，急了！他们开始架回回炮了。二当家，敌军准备进攻了。是，不过楚大夫人放心，他们那回回炮射程和咱们投石车相近，咱们还占据上风。楚将军说了，现在不着急，等他们费一番功夫，快架好了，咱们再炸。不愧是楚怀，关键时刻也会玩缺德。行，你去忙吧。对了，带2个饼子吃。谢之拿了2个葱油饼子塞给他，自己也揣了2个。思考之后，他干脆又跟着许青松跑到了城中离城楼近的高楼上。经过改良的望远镜可以看得更远，他并未看到西戎那位带兵的大将军在哪里，倒是看到了正在组装回回炮的小兵们。他再次移动望远镜时，正好能看见站在城墙上的少年郎。只见他面色冷静肃穆，丝毫没有平日在他面前那个温润弟弟的模样。谢之不由自主就看着他，入了神。谢之回神时，就看见许青松正一边啃饼子，一边盯着他瞧呢。霎时间，他脸红了红。楚大夫人教厨子们做的葱油饼真不错，我倒还真是好奇，有什么是您不会的？这个老狐狸看起来还是对他为什么会这么多技术怀有疑心呢。我不会的也多了去了，以后二当家就知道了。他也没反问许青松什么，在寨子里自然早就听说过二当家原本是读书人，当初即将参加科举时，父母意外亡故，家境也一落千丈，后来颠沛流离，也未娶妻，后来阴差阳错就在平安寨扎了根。眼看着这些西戎人再次将回回炮搭建起来，开始提前兴奋喊叫，城河士兵们只听身后吴老三一声吼：“开火！”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呢，身后忽然嗖嗖砰砰的声音接二连三的响起，木质的回回炮顷刻间被炸毁。看到这一幕，激动的人变成了城楼上的士兵们。他们回过头看见投石机上被投出去的陶罐和炸药包，才想起来这黑影正是他们平安寨的秘密武器。这样威力巨大的武器，他们从前闻所未闻，
想都不敢想。炸死他们，炸死这群西戎贼！看他们还拿什么攻城？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武器啊？这真的是他们能对付得了的吗？安静！只要打下成河，这样厉害的武器就会属于我们西戎所有。届时，莫说陈国不是我们的对手，北仓日后也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西戎将会一统天下。没错，将军。楚怀虽然现在用着神兵守着城，可他们只有1万守军，援军也只有区区2万，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只是他们那什么二当家的未免太过气人，等到城破了，老子第一个要向他开膛破肚。传令下去，若是来日进城，严禁杀任何一个女人，男人也要给我查清楚是不是男扮女装再杀。他们早有听闻，研制出这神秘武器的不是什么厉害工匠，而是一个女人。想要拿下成河，要么应战，打到他们没有这弹药，要么熬到他们断粮。成河的存粮不多了，他们能撑得了几个月呢？啊！身为逆贼，陈国可不会支援他们的。将军，线人传消息来，平安寨号召城中百姓在城中种植作物，据说是什么红薯，4个月就能收获，亩产5担元粮。什么粮食能亩产这么多？会不会是平安寨故意放出来糊弄人的消息？线人的消息从未有假。不急，我叫人带来的人明日就到了，反正不能急战。现在强行攻城，只会损失我们大量的士兵。回回炮毙炸后，西戎士兵们再一次退回到了2里地之外，似乎没有了进攻的意思。他奶奶的，这帮孙子怎么不打了？爷爷我还没打痛快呢。该不会他们又想来劝降吧？真是做梦！楚将军怎么可能会对他们西戎贼投降？他不是为了劝降，而是还有什么招数？楚将军，他们还能有啥后招？在咱们的炮弹面前，看不通通给他们炸个稀巴烂。反正啊，楚将军您就放心吧，我看这些西戎贼啊，一时半刻连进攻都不敢，可见是想着围死咱们呢。他们就算再围几个月，咱们有红薯，那也饿不死啊。也不可因此掉以轻心。是，楚将军您放心，俺肯定不会掉以轻心的。能多打死一个西戎孙子，就算多给我吴老三的老乡们报一个仇。当初他们打到12州，玉村屠村，玉城屠城，我们12州的人被他们杀了多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6州当初留下的老乡们还有没有活着的。我老娘媳妇儿和娃还在不在人世？我那娃在半路上生的，我都不知道是男娃还是女娃。那娃刚生下来，那西戎军就来了，对我匆忙就逃跑，我想去找我娘和娃他娘，可眨眼的功夫就看不到他们了。周围的士兵们并非12州人士，但听得也不由唏嘘，能想象得出来，当年12州沦为失地之后，当地的百姓有多惨。而且现在有6州早已成了西戎的领地10几年了，陈国的百姓们都快渐渐遗忘了，那里也曾是陈国的土地，那里也曾有陈国的百姓。可这话他们当然不敢说出口，因为眼前3当家正是6州之一西州人士，敌国如此苛待他们，陈国也遗忘他们，说出去还是人吗？3当家，兄弟们一定多杀几个西戎人，给你老乡报仇。对，这群西戎兵太孙子了，要是赶上前，我早炸他们了。行，兄弟们，咱们就等着楚将军吩咐，看啥时候有机会直接对战，狠狠砍死他们。也该到了换班的时候了。吴老三站起身来，习惯性往城楼下看了一眼，这一眼刚移开，又瞬间看了回去。只见原本毫无动静的西戎军不知何时再一次朝着城楼方向走来。这群龟孙子长胆子了！来人，准备弹药。吴老三瞬间来了精神。正此时，楚怀也来了。楚将军，这群西戎兵不知道又突然要耍什么把戏，我城墙下来了。这群人拉来的难道是咱们陈国人？他们打算让咱们的百姓当肉盾？对面的3当家的，你好好看看我们带来的人是谁。吴老三下意识想骂，可粗话刚要蹦出口，他看着城墙下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庞，失了声。他忽然像是失控了般，几步冲到了城楼边上，趴着城墙往下看。娘，媳妇儿，3当家的应该不会不认识吧？这可是你亲娘和媳妇儿，还有你的亲生骨肉啊！少年被绑着手，脚上还带着镣铐，被狠推一下，直接站不稳，摔在了地上。虽然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骨肉，但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娃，他内心深处还是有一股强烈的血脉至亲之情油然而生。三儿，你还活着？娘，给我过来！
吴老三呐，看清楚了没？这可是你亲娘和媳妇儿，你该不会不认识了吧？要是不认识，这边可还有你们村的其他人呢。三儿，我是你隔壁大毛哥呀，你还记得我不？老三呐，老三，我是你刘叔，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快救救我们吧，我还不想死啊！三当家，要是你能说动楚军投降的话，你的这些骨肉至亲、乡亲父老，全都会成为我们的座上宾。要是不投降啊，每过一个时辰，我们就杀一个。咦，谢荣贼，我操你姥姥！老三，二哥，那是我亲娘、我媳妇、我娃，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叔伯，跟我穿一条裤衩子玩到大的兄弟，16年了，16年，我没在他们身边照顾过一天，现在他们却因为我吴老三被绑到这里来，我不救他们，我还是人吗？吴老三，留在原地，这是军令。吴老三向前直奔的脚步戛然而止，在原地停了停，却又迈出了步伐。1步、2步、3步，一步比一步更慢。这第4步，他抬起脚，怎么都迈不出去了。军令如山，军令如山呐！这是他自打入了军队以来日日夜夜受到的训练，军令绝不可违。楚将军，他也永不背叛。吴老三，遵令，将军。我定救你家人。二当家，手下在，调令全军集合。是，全军集合，这是要全军出城迎战。虽然心急如焚，可他又很清醒，若是开城门全军迎战，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就是死路一条。将军，不能迎战呐！他自己也没想到，先拒绝开城门迎战的竟是自己。他不敢想，若是他们兵败，自己这些一起辛苦作战的弟兄们怎么办？城里剩下不断支持着他们军队的2万余百姓怎么办？难道他们就没有血脉至亲、亲朋好友？他吴老三造得起这个孽吗？将军，难道您有把握？今日之战后，自己去领擅作主张想出城之法。啊，是将军。谢之刚刚醒来，就得知三当家家人被西戎军绑到城门外的消息。顾不得多想，西戎军怎么会抓到吴老三的家人？谢之在原地驻足片刻，就被吹来的东风吹得手脚冰凉。他抬头看了眼天，片刻后低下头，却没有朝着城楼处跑去，而是转身朝着城内攻防处而去。楚将军，三当家的，考虑清楚了没有啊？再磨叽，我们现在可就要开刀了呀！三当家的，看清楚了，这可是你亲娘，亲娘在眼前你不救，可真是个大孝子啊！三儿，不用管娘，不能投降，绝不能投降！死老太婆，谁准你废话？老三，你要是还是娘的娃，就不准投降！吴老三，不准投降！别忘了咱们西周百姓是怎么被他们屠杀的！你如今出息了，当大人物了，我和儿子哪怕死了也为你骄傲！我娃子还愣着干啥？快喊爹！爹！没错，不能投降，就算投降，他们也会杀人的。当年他们就是这么干的。死老太婆，我让你喊！锋利的刀锋下一秒就要落在老妪的脖颈上，电光火石之间，一支利箭破空而来，一箭射穿了史琛的胳膊。这群油盐不进的陈国杂碎，给脸不要脸！传令，把奴隶们杀光，全杀光！杀！把他们全杀了！可他刚喊完，下一箭就扑哧一声直入他的胸口。城楼上射下来的箭支几乎是百发百中，全中在西戎军身上，从无偏移。大家往城门口跑！说罢，他就拱着奶奶和母亲往城门口跑。有了带头的，其他奴隶们也反应过来了，一个个忙往城门口冲。弓箭手后撤，火炮手开火，二当家掩护，三当家先锋兵随我开城门，引百姓入城。开火！楚怀出来了，快来人，给老子冲！谁能杀死楚怀，赏银1万两，封官加爵。只要能杀死楚怀，这一场仗就赢了。死一点人算什么？打仗怎么可能不死人？大军犹如黑色的巨浪，朝着城和城楼冲来。
气势仿佛能吞并河山。奴隶们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啊，早就被吓得腿软了。身后敞开的城门成了他们生的唯一希望，他们拼尽全力朝着城门处冲去。吴火娃好不容易挣脱绳索扶住母亲，却见奶奶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奶奶，你快起来！快进城，进城找老三，别管我！奶，走啊！眼看着他们有了活命的机会了，眼看着他们一家时隔16年团聚的机会就在眼前了，他怎么能甘心呢？可吴老太却终于狠下心来，使出最后的力气，一把将两人推了出去。娘！吴老三媳妇儿也痛不欲生，喊了一声。吴火娃也彻底恨这群人，恨得入了骨，居然失了理智，不管不顾就拖着镣铐朝他们扑过去了。就在西戎士兵看到他狠狠一刀朝他砍下来时，一杆红缨长枪突然探来，飞旋一挑，大刀瞬间被挑飞。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呢，长枪犹如急雷回转，杀了一个回马枪，与他的肋骨激烈碰撞，砰的一声闷响，他喷出一口鲜血，就摔下了马背。儿子，还愣着干啥？还不快扶你奶你娘进城！吴火娃一回头，对上一张完全陌生的粗犷黝黑男人面容。可虽然他从没见过这张脸，四目相对之时，一股难以言喻的至亲至敬之感还是刹那间涌上心头。吴老三跳下马，捞起老娘放在马背上，又叫了几个兄弟，回头一看吴火娃还在发愣，又不由分说要了一匹马来，将媳妇儿子都一把拎上了马。石头，送他们先进城！吴火娃回头看向那大汉宽阔的背影，顷刻间滚烫的泪如湿了眼眶。爹，你小心点，我们等你回来。吴老三一开始还杀得痛快，见势不妙，立刻也意识到不撤不是办法。何况他清楚城里的弹药储备，照这个密集的攻势打下去，不出1个时辰，他们就能消耗掉几乎全部的弹药。然而也正在他厮杀的激烈时，却见前方出现了极其离奇的一幕。只见一个个还视死如归疯狂进攻的西戎兵，一个个像是被施了定身咒，全部仰起头惊恐地看着天空。吴老三一抬头看清天上的巨大不明飞行物，霎时间就被吓得一抖，一时间刚才还战得激烈的战场上安静得吓人。七郎，三当家，快回城啊，愣着干什么？楚大夫人，我操，楚大夫人怎么飞天了？原来她真的啥都会呀，连飞都会。看来这肯定就是她这几天在宫房鼓捣的秘密武器了。楚大夫人，你飞去哪儿啊？你可真牛啊！他一边喊一边低下头，忍不住去寻找楚怀的视线，分享心情，可却破天荒的在楚怀一直波澜不惊的面上，终于看出了焦虑。大嫂，楚怀，速速进城，等我回来！少年俨然没有回城的意思，直直的盯着他。谢之忍不住焦躁，这关键时候他怎么不配合自己呢？回去，回城。知道上面是人，胡思曼顿时没那么恐惧了，忍不住大喊：还不杀了楚怀！只要这一仗能拿下楚怀，他们根本就不用打几个月漫长的围城战了，直接就能拿下城河，他们怎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到时候什么火药，什么能上天的宝贝，那都是他们的。谁知一阵大风吹来，却见那天上的飞行物忽然加快速度，朝着他这边飞过来了。胡斯曼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都愣着做什么？快射箭啊，把它射下来！谢之丝毫没带怕的，就站在边上往下看。学好数理化，有理走天下。他这些天早就用数学算过了，哪怕是以楚怀的臂力射这些箭，也根本射不到他的热气球离地面的直线距离。这会儿他拿着望远镜朝着下方看去，这次他终于看到了被重重西戎士兵保护在中间的西戎将领们。别逃啊，该姐姐出招了，让你尝尝空投。陈国史上空军第一人，非姐姐莫属。他麻溜把带上的绑了10块的炸药包点火，嗖的一下朝着敌军中心扔了下去。掩护，快掩护本将军！城河阵前最后的军队早已趁着这个机会回到了城中。楚怀已经飞奔至城楼上，夺了许青松手里的望远镜，看着远处天空上的逐渐远去的热气球，一言不发。他沉默而不言，周围更是没有一个人敢开口。他沉默的危机无穷，像是正走在钢丝上的人，没有一人敢上前说话，只得无声慎行，怕触动他那根已经紧绷到极点的神经。便是兵临城下，对面的敌人箭在弦上，他们也从未见过楚将军如此深情。将军，楚大夫人向公臣们留下了话，这起事白日吹南风，夜晚吹北风，若是顺利，他今晚便会回来。
他说会回来，便定会回来。今夜调全军1半人手执意接应。现在传飞鹰出去，通知县人在城河南面寻找楚大夫人下落。他见楚怀没有离开城楼的意思，便知他已打定主意亲自留在这儿等了，于是自己先下了城楼去。娘，红袖，我吴老三这些年对不住你们呀。三儿，快起来，这哪能怪你？明明就怪那些西戎贼，害得咱们一家分散这么多年。这辈子还能见着，我们就啥也不想了。老三，快来看，儿子。娘，红袖，儿子，我先找几个人照顾你们。现在我得去问问我们楚大夫人咋样了啊。吴老太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为啥要在这个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的时候丢下他们呢？但他们也丝毫没有怨言。这会儿劫后余生，一家人能团团圆圆，就已经无比庆幸了。二哥，楚大夫人她回来了吗？会不会有危险？三弟，先别着急，楚大夫人有留话，晚上能回来。咱们已经安排了人手接应，还有这半道上也潜伏了不少咱们的侦察兵，我这就传信过去，让他们搜寻楚大夫人下落。二哥，楚大夫人这要是出什么事儿，我还有什么颜面活着？我这根本没法不着急呀。我知道你着急，但楚将军比你更着急。但我们现在只能相信楚大夫人，就像从前每次相信他一样。若是他有什么事，哪怕你们不帮他报仇，我许青松对天立誓，哪怕所有前途都夭折，这条命也舍进去，也会替他报仇雪恨。吴老三闻言，鼻子忽然又是一酸。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早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楚大夫人在他们兄弟几个心里也成了无比重要的存在。他一清楚，他们对楚大夫人这份情感无关风月，一开始只是对她女子身份和楚将军家眷的照顾，再后来多了像对楚将军那般的尊敬，如今更是多了并肩作战的兄弟情。谢之进了空间，不费吹灰之力，用空间之力收好热气球，就伸了个懒腰，炫了些灵泉水后，直接席地美美的睡了一觉。一觉无梦，谢之睡得格外舒坦。但等他一醒来，再出空间时，才陡然发现自己睡过了头。第二次实操热气球，谢之的操作也熟练了些，很快就飞到了合适的高度。咱们楚大夫人回来了，就知道楚大夫人一定能平安回来。楚大夫人，楚大夫人！他看到了那个正朝着他的方向奔走的少年郎，他的身形速度如此之快，几乎化作一道奔跑的黑影，让他想忽视都难。直至他落地时，楚怀已经等他多时了。七郎，我就说我会回来吧。我回来路上想过了，只要咱们把城中的所有丝绸先拿出来做热气球，光也能吓死那些西戎人。没有弹药，还能用石头。楚怀面上没有他那般兴奋，低头看了眼他抓着自己的手，也没有回应他的话。他回过头向许青松吩咐：按照之前值夜人手继续值夜，剩下的人回去营休息。二哥，辛苦你继续值夜了。三哥，可以回去了。谢之敏锐地察觉到楚怀的情绪不对，脸上的笑容也一点点收了起来。他感觉得到楚怀并不高兴。大嫂先回府休息吧。楚怀终于看向他，谢之听着他略冷的语气，不知所言，心里有什么也一点一点沉了下去，稀里糊涂的点了点头。旁边又急匆匆跑来一小兵，将一个东西递给了楚怀。将军，楚大夫人，将军早就让我准备了这汤婆子，冷一点就再热，这会儿刚好赶上您用。汤婆子的热度像是冰天雪地里的炽热火源，从指尖瞬间涌向四肢百骸，涌向一颗心脏。血脂缓慢流动的血液终于加速，一颗心也终于开始滚烫跳动。将军为了等楚大夫人，一直站在帐子外面等，一刻都没有休息过的。大嫂先回去吧，府内有热水，洗个热水澡暖暖身子。七郎，我稍后安排一下再回去。薛之还想说什么，可少年已经转身而去了。看着少年在寒风中远去的背影，他竟生出想追逐过去的冲动。在原地迟疑片刻后，他终是追了上去。谢之此时才知道，军队里有一半的人今夜都在值守，就是为了能在他回来时以防敌军设法偷袭。他们一个个也早就冻成了木头桩子，手脚僵硬，哪怕有篝火，那点热度也扛不住这残酷的北风。但他们此刻这会儿却一个个笑呵呵地看着他。谢之心中多了愧疚，虽然脸上又挂上了笑，却一言不发跟在楚怀身后。大嫂要回府了，风冷路寒，坐马车回去吧。谢之自无话说，不过他上了马车，以为楚怀也会上来，
谁知少年却骑了马，一路跟在马车旁边。楚大夫人，哎呦，你今天真是把俺们吓傻了，你这也太突然了，兄弟们都担心你的不行，生怕你不小心掉下来，掉到西戎军那边去。还好你回来了，不过你左内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居然能上天！哎呀，真是让我吴老三开了眼了。那个叫热气球，回头让三当家也体验一下。倒是三当家，家里大娘和嫂子娃都没事吧？都没事，都没事。楚大夫人，多亏了你和将军，要不然啊，我吴老三哪有和家里人团聚的机会呀？呀，你们就是我吴老三全家的救命恩人。明天呢，我就让我儿子认你们当义父义母，那都是该的。不是，他们儿子都16了吧？是不是比楚怀都大了？怎么能让他认楚怀当义父呢？不对，什么义父义母啊？他跟楚怀可是叔嫂。三当家又快嘴巴了。不过楚大夫人，这些西戎人咋找到我娘他们的？真是奇了怪了，这么多年我派人找都没找到过。说起这事儿来，我也正纳闷呢，他们是怎么知道三当家还有家人在，而且还能找出来的？三当家有13多年家人死事，寨子里人尽皆知，西戎人想打听到不难，难的是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能得到消息，并快速把人找出来。那他们是怎么这么快办到的？所以说，西戎军恐怕早就盯上了咱们平安寨，而不是咱们平安寨杀了过来，他们才知道。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为何大战开始之后那么短的时间内，西戎人就能把人找出来还带过来？除非他们早就在找了，而且还恐怕费了不少精力去寻找，为的就是这一日来要挟平安寨。也就是说，咱们寨子里有西戎内奸。十有八九是如此，也许和之前火烧寨中粮食的是同一人。西戎军早就知道了平安寨的存在，知道我们有火药，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想阻止寨子的扩大，放火烧作物，应也是出于此因。或许煽动宋志达离城讨伐平安寨也有他们的手笔，否则怎么宋志达刚离开不久，西戎大军就到了成河镇外，时间太过巧合。先是煽动宋志达离城，好让西戎军打成河镇，又是在平安寨内放火烧粮，又是让宋志达来袭，遏制平安寨的发展速度。如此，他们就可以先是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成河，紧接着下一个要打的就是平安寨，而不是什么九安。待拿了平安寨的火药之后，他们再去打九安，还是什么难事儿？真是一箭三雕的好计谋啊！这西戎内奸如此狡猾阴险，现在不论是藏在军队，还是藏在寨子里，对咱们都是个威胁。这孙子别让老子抓到，老子定要将他碎尸万段。此事明日我会与二哥仔细商议。二哥头脑聪明，肯定能把这孙子抓出来。谢之下了马车，立刻又感觉到外面凛冽的寒风，他呼了一口热气，看向楚怀，见夜色中少年衣衫单薄，忙打算把汤婆子塞过去，谁知少年一转身走了。楚怀他真的生气了，再生他的气。楚大夫人，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明天见。谢之无语，他看他现在像是能好好休息的样子吗？无奈跟吴老三告别后，犹犹豫豫，磨磨唧唧，磨磨蹭蹭，在院子里来回徘徊了好几圈，最后还是决定去找楚怀一趟。谁知下一秒一回头，却看见楚怀正站在自己身后。他这次连0.01秒都没犹豫，快速上前到了他面前。七郎，我错了，我做事之前应该跟你先商量一下，而不是直接自作主张飞出城去，让你担心。我有错，我认错，对不起，别生气了。只见少年那双墨眸渐渐有了温度，看着他，神情软化了下来。怎么这么好哄啊，小灵竹？我还有好多副稿没说呢。谢之，啊，楚怀，你小子，事后真的会与我商量吗？谢之听出他带了一丝鼻音，以为是风吹的他的感冒更重了，抬起头来，却对上一双红了眼尾的眼睛。少年平日气质锋锐，像出鞘的宝刀，刀身质地坚不可摧，杀伤力惊人。哪怕生了一张精致惑人的脸，也让人从来不敢忽视他的能力和威力。谢之的小心思霎时间化作乌有，他怔怔看着他，心忽然不受控制的疼了一下。倘若今天孤身一人到了城外的人是楚怀呢？他会怎样担心？答案是会担心的要命，会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哪怕知道他大抵会安全，他也安不了心。他们明明才只认识了几个月，却已经对彼此如此重要，重要到一想到有可能会失去对方，强烈的恐慌感就逼得他们几乎失控了。会与你商量，七郎，我以后都
都会与你商量的。他低下头看着他，许久许久，才点点头，看起来乖顺的要命，朝着谢之伸了下手，可似乎又在犹豫什么。谢之怔了下，又看了看他，迟疑着上前虚虚抱了他一下，拍了拍他的背，轻声安慰着：“我在呢，七郎。”他是真的拿这个人没办法了。那我先回去休息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殊不知他刚一离开，楚怀就看着他的方向勾了勾唇。他已经清清楚楚知他根本吃软不吃硬的，若是不套路些，他就只会躲着自己。请将军严惩，我吴老三昨日未听将军令，就想出城一罪。吴老三的家里人站在旁边，一脸的心疼。可他们昨天也从他那儿听明白了，哪怕他事出有因，可军营里的规矩不能因为他坏了，违背了军规，那便必须厉行惩罚。许青松虽心疼，却亦是在旁边看着，不曾阻拦。这是军营，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一鞭、两鞭、三鞭子，整整10鞭子打下去，吴老三背上已经多了道道血痕了。三儿，娘，俺没事儿，军营里有军医，一会儿给俺上点药就行了。娘，媳妇儿，儿子，这位也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楚大夫人，就是昨天飞出去的那位。吴家人忙要下跪。别，三当家，让长辈给我下跪，这不是折寿吗？再说了，咱们这里是平安寨，不兴下跪那套。大娘，你们之前这些年都在哪儿啊？三哥可是寻了你们好多年都没音信。俺们这些年都还在西周呢。西戎人当初把西周打下来，可说咱们是低贱末等的臣人，从来不把咱们当人看。西戎人能当官经商，当地主，臣人就只能种地放牛养羊。西戎人能随便买卖臣人，要是他们杀了一个臣人，只用赔1头驴。要是杀的不是别人家的奴隶，连驴都不用赔。臣人谁家娶了新媳妇，要先让西戎人洞房，可俺们哪儿还敢跟西戎人有什么冲突？要是惹了他们随随便便能杀俺们的命，俺们也都是人呐。老三，父老乡亲们这些年都盼着楚将军能早日打过来救救我们。楚将军他人呢？怎么我瞧着是个年轻的小将？六州当年的陈国人有多盼望着陈国的军队能打过去救救他们，可陈国的朝廷上下呢，早就将那六州已经当做了西戎人的领土。更是因为这16年过去，他们早就觉得六州的百姓已经是西戎国人了，哪怕收复回来，这些人也定会有异心的。西戎人不认这些人，陈国人也不认他们，他们的16年苦苦挣扎和从未间断的渺茫希望显得何其可笑。嗨，媳妇儿，如今这位楚将军是楚老将军的儿子，楚老将军他已经被朝廷那些奸臣给害死了。话音一落，吴家人当场如遭雷劈，呆在了原地。吴老太脸上纵横的皱纹像是突然又老了10岁，她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哆哆嗦嗦了半晌，突然像个孩子一般嚎啕痛哭。楚老将军怎么已经去了？将军，楚将军，你一生为了护我们百姓安全，征战沙场，出生入死，陈国的将军，我们百姓的大英雄，您怎么能被奸臣害死了啊？什么歹人害了您？他真该死，该受尽酷刑，打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您就这么走了，还有谁来给我们六州的百姓做主啊？娘，今后若有机会，如今的楚小将军定会为六州的百姓们做主。俺们有火药，俺们有炮，就不信还打不回来咱们六州。大娘，您放心，我给您保证，咱们不光能打跑这些西戎军，而且一定能收复六州，来日更是会打到那些西戎人老家去。正说着，许青松也来了。楚大夫人，有了这热气球，咱们是不是能用普通的实弹也能攻击？二当家聪明，这么快就想到了。哪比得过楚大夫人聪慧？要不是您做出来，我哪能想得到？对了，有了这个，只要风向合适，也能直接袭击敌方主帅营帐。不知道昨天有没有炸到他们主帅？西戎军还没撤，他们主帅胡斯曼至少也有性命之忧。
不过有了这热气球，想要打他随时的事，就得看楚大夫人能做出多少个来，这一个上能带多少人，装多少弹药了。谢之是真想再多夸几句许青松，说的全是重点。但此时越来越多的熟人也陆续路过，与他打招呼。楚大夫人。卓君和刘石头见了他，就立刻露出笑。楚大夫人，您昨天真是神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能飞天的人。嘿，将士们都讨论着啥时候大家伙儿都能上天玩玩，都有机会。哎，楚大夫人，听说您是用什么丝绸做的热气球？哎，这丝绸到底是怎么能飞天的呀？又没有翅膀，真是闻所未闻呐。热气球是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升空，空气受热便会膨胀，密度变小，质量轻于外面相同体积的冷空气，就产生了浮力。听不懂。楚大夫人是读书人，读书人懂的事儿，哪是你小子说懂就能懂的？徐老二在旁边捋着胡子的手一顿，他读过书也听不懂，书上哪教这个呀？可他清楚，如今他们虽然比外面的西戎军人数少了太多，但武器却是降维打击的。当然，降维这个词也是谢之教他的。他花费了整整3天的时间，了解了2维、3维和多维空间的概念。从前他想追随楚将军，代其称帝，自己也封侯加爵，逆转命运，闯一番事业了。如今许青松的思绪随着楚怀到来戛然而止。楚家军援军已到，终于到了，这下到那些龟孙子们该怕的时候了。敌人随时都能发现楚家军，他们已经做好随时配合城中迎战准备。大嫂、二哥、三哥，先随我来。看来这场仗他们很有可能就要打赢了。卓军想的更多一些，等打起来，他一定得尽全力冲在最前头，早日立功。他看到旁边的常有礼，忽然想起这小子似乎也对楚大夫人有些图谋不轨，忍不住暗道：至少也得比他冲得更前头。又是1个时辰过去，谢之几人还未从营帐里出来，外面却忽然响起军情的号角声。不等下面的士兵来通报，几人已飞步走出了营帐。将军，敌军再次攻城了。奶奶的，孙子们，老子让你们有种来，没种回去。他们之前也许还自信满满，他们能把城和镇里的人给活活围死，可现在却再也不敢有这种心思了，只能选择强攻了。他们的火药并非是用之不竭，只要耗尽，今日就能夺下城河。那飞天怪物也不是什么阎王，上面坐的是他们的人，他们就只有1个，要是多了早就拿出来了。他们的援军也只有区区2万人，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哼！等杀进城河，就让兄弟们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抢他们的女人享乐。冲！给老子冲！西戎的士兵不允许懦夫，谁敢回头，老子先杀了谁！在他的阵阵怒喝声下，哪怕前方是枪林弹雨，这些西戎士兵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根本不敢回头。就在胡斯曼看着第1批士兵已经冲到了城楼下，将冲城木送到了城门前，忍不住兴奋的大喊大叫时，城门忽然开了。冲在最前面准备撞城门的西戎兵有那么整整好几秒都待在了原地。城门开了，就这么水灵灵的开了。哈哈哈！让你们这些龟孙子冲来呀！看到这一幕，胡斯曼也大跌眼镜。楚怀是不是疯了？昨日他已经消耗了不少火药，今天居然还敢开城门硬刚，是谁给他的自信？快，给本将军拿弓箭来！拿到弓箭，胡斯曼坐上马匹，也带着精锐们往最前方快速冲去。可谁知他们刚冲出去几步，身下的马匹一个个就猛然马失前蹄，竭力嘶鸣。胡斯曼险些被甩下马，可他根本来不及怒骂，却瞳孔地震地看着城河镇上方。只见上方黑压压地飘起了5、6、7、8、9、10只那飞行巨物，不止如此，似乎还有些在不断地升起。巨大的恐慌袭来，冲在最前方的士兵们终于克制不住内心的恐惧，转头向回跑。楚怀带领的一支冲锋军势如长虹，撕裂地面上无尽的黑云。没有想跑的西戎军，甚至有大胆想要立功者，也密密麻麻冲向他。可很快，他们就被绝望笼罩了。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哪怕是10几个人一起上，也只能全部沦为他手中亡魂。那一根长枪如龙如蛇，夺命惊魂，枪尖所指之处定会化作亡魂。将军，撤吧！关键时刻，胡斯曼却犹豫了起来。一道攻击力极强的嘲讽声从他脑海深处挤了出来。论丢脸，西戎城河之战已然载入史册。不能撤！前几日6万军队被1万散兵打败，他已经够丢脸的了。
胡斯曼还有战意，可却未料到，也正是这仅存的战意，让他彻底丢命了。将军，楚怀来了。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看清自己的对手，他难以置信对方是怎么这么快就杀到自己这里来的。但四目相对的一瞬，少年墨眸无情的一瞥，巨大的危机感猛然袭来，像一只巨拳狠狠捶了一下胡斯曼的心脏。这一下，他也终于生出了退意。他一边急忙呼喊护卫，一边回头，只见方才还载着少年的马匹上，此刻居然空无一人了。难道谁把他打下马了？也就是胡斯曼回头的几个瞬间，那身影已经猛然跳到了他身后了。红缨长枪犹如晴天一道火红的霹雳袭来，胡斯曼心惊肉跳，仓皇提刀抵挡，可只是一击，竟将他整个人在马背上狠狠地砸了一下，当下一阵剧痛来袭。胡斯曼尝到了男人所不能忍受之痛，惨嚎一声，周围的将士闻者无不动容。等到第二枪再次来袭，胡斯曼已然清楚了二人实力之差距，终于他和身边所有逃窜的士兵一样，彻底没了战意。此时此刻脑海里只想逃命，可他一个转身就虎躯一震，再一低头便见胸口多出了一截枪头。下一秒那长枪猝然拔出，他胸口也喷出一片赤红。摔下马背倒地的那一瞬间，他视线天地旋转颠倒，可却看见那杀了他的少年直接跳上了他的马匹。胡将军死了？感情楚将军说的有把握是真的呀，他是真能孤身一人闯敌营。昨天怕是为了大局和安全起见才没有出击。吴老三一个分神，差点被人砍到，好在一支短笔不知忽然从哪儿飞来的，直接了结了那人的性命。三哥，帮我把匕首收回。嘿，楚将军这把匕首还是把宝刀呢，没想到他也会爱这种华丽的武器，真是没看出来。吴老三感慨了下，就急忙继续投身战斗。城河之外，天空之上，云层巍峨，似千变万化，又似亘古不变地俯视着大地。天空之下，10几万围城大军此刻犹如蚁溃，四散而逃。城河一战以城河大胜告终，百姓们早已乐开了花了，一个个在城门口沸腾。楚将军太厉害了，居然真把10几万西戎军打跑了！太好了，咱们都能活命了！楚将军，楚将军，看见没？天上那会飞的叫热气球，这是咱们楚大夫人做的，就是这玩意儿，能从天上炸人。西戎人怕是都得吓得尿裤子了。别说西戎人了，我刚看到都想尿裤子了。听到旁边百姓叽叽喳喳的议论，谢之忍不住扶额偷笑。哎，这也不是楚大夫人吗？楚大夫人，楚大夫人，你简直就是个人才，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能飞天的东西？听着被夸人才，谢之哭笑不得。毕竟这词儿在后世早就有了歧义。不过他看着越来越多涌向自己的百姓和笑颜，也感受到了如今这城中百姓对自己的热情。他忙应了几句，见人太多了，就想溜。谁知此时大军终于归城了。楚将军，楚将军！谢之忍不住又停下脚步，回头看着这个少年郎。楚怀身后还紧跟着几名谢之衍生的将领，他也猜出他们应该就是原先的楚家军。直到那匹赤黑骏马自然而然走到了他的面前，周围的人纷纷让开了点路，谢之才回过神来。马儿是千挑万选的战马，唤作傲云。平日心高气傲，除了专用的马夫和主子楚怀，别人碰一下就要踢人的，这会儿却温顺地用鼻子拱了谢之的手。他大脑袋上还有血，谢之也没嫌弃，摸了2下。傲云立刻高兴地打了个响鼻。楚大夫人，哎呦，我这会儿看见你高兴的都想亲切地喊一声妹子。哎呦，不行不行啊，楚大夫人，你快也上马来。他还在犹豫，楚怀忽然俯下身来，抓住他的胳膊拖了一把。这一下他是拒绝都拒绝不了了，只能上了马。霎时间，远处的百姓们也把他看清楚了，顿时多了不少呼声。楚大夫人，楚大夫人！走吧走吧。伴着欢天喜地的呼喊声，他与楚怀一路同行在洒满鲜花和香帕的路上。不知怎的，楚怀身上未沾上一片帕子。谢之仔细观察了一下，才发现好不容易有姑娘投得精准一点，楚怀立马会微微侧一下身，将其避开。楚大夫人，楚大夫人，接我的！啊！楚大夫人看我了！楚大夫人，你们在看我呢！一会儿的功夫，谢之怀里多了好几条香喷喷的帕子。他可不会这些精巧绣花，顶多给破了的衣服缝个口子，这些够他用很久了。女孩子就是香。没一会儿，他就察觉到旁边一道幽幽的视线。
回头一看，见楚怀正看着他。看什么？给你又不要？我要。这是给我的。大嫂，我要擦脸。你用水先洗啊。谢芝心疼死了，刚才那帕子有一个像了小兔子的，别提多可爱了。他现在头一次起了想做楚怀的心思。楚将军，你擦完了吗？给我擦擦呀。三哥，不要浪费东西，用完了带回去洗洗给嫂子。好啊好啊。他老娘媳妇儿血活都不好呢，但他又成了亲了，还是一副大老粗长相。刚才可没有姑娘舍得向他抛帕子，顶多抛几朵花。谢芝就这么看着刚到手里的香帕子，眼睁睁的没了，狠瞪了楚怀一眼。少将军，几位将领刚到楚怀面前，只是喊了一声，就已经热泪盈眶。这一声少将军自遥远的北疆遥遥而来，穿过万重山的风，万重水的路，跋山涉险风。几位将领刚到楚怀面前，只是喊了一声，就已经热泪盈眶。这一声少将军自遥远的北疆遥遥而来，穿过万重山的风，万重水的路，跋山涉险，风雨无阻，历尽百般艰辛与苦楚，终于到达了。少将军，我们终于又见到您了。少将军，您能站起来了？林大哥，我已无碍。好，这是老天爷有眼呐！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将军一家受此冤屈，才让将军有机会康复。您当初被带回京城，我们原以为朝廷会看在将军们为国捐躯，善待于您，可没有想到正庸那群乱臣贼子居然反咬一口，害得您和老夫人与诸位少夫人为朝家流放。兄弟们忍无可忍，是要让郑庸为老将军和几位少将军血债血偿，加之军营里郑家人当道，横行霸道，1个月就又以迎敌的借口坑死了咱们1000余兄弟。我迫不得已，实在是不能看着弟兄们白白送死，只能找机会带弟兄们离开。林英杰说着话时，面上复杂又纠结，又小心翼翼看着楚怀，生怕他责怪自己。作为军人，居然带着手底下的士兵们做逃兵，坏了楚家军的名声。林大哥，你做得对。林英杰一愣，看着面前自己曾经所熟悉的少将军，少将军还像从前那个少将军，可是又不像。楚家出事前，楚将军最年少的楚家少将军是楚老将军最疼爱的小儿子，是5个少将军最纵容的弟弟，笑如朗日入怀，竟犹似骄阳之火。昔日少年将军凌云壮志，意气风发，诺马扬鞭射天狼，但见今日少年容色未改，其神却热月射寒江，终不复昔日少年形，豪情万丈。林英杰眼神晃了晃，泪光闪烁，经生死，经离别，大起大落。少将军怎么可能还会与昔日一样，反倒是有了老将军的神采，渐渐成熟悍然。我楚家守的是江山，更是这万里江山上的百姓，为奸佞前仆后继送死，害天下百姓苦矣，是为愚昧无知，是为大错大恶。其实他心中又何尝不是如此认为，只是多年以来中军听军令的训令让他坐立难安。忠君还是忠天下百姓，从来都不难选。当心中正义的天平已然有了答案时，那便不用迟疑。各位将军一路辛苦，军营里也准备了好酒好菜，也好和楚将军好好聚一聚。楚大夫人，这清宫饭你可不能不吃啊，少了谁都不能少了您。楚大夫人，可是我们长少将军夫人。他下意识看了楚怀一眼，才迟疑应下。我是七郎的长嫂。大夫人，这是我们长少将军给您的信，之前一直都是他给属下，让属下去找驿站给您寄信。当初在沙场上最后那段日子，形势实在太紧张，属下这才耽搁了。后来不知将军一家下落，不敢将信寄出。现在，属下终于能将将军的信亲手送到您的手上。这，谢之呆住了。楚家大郎给他的信，不对，是给原主的信。多谢林将军。少夫人，我们将军一直说愧对您。这些信里有他亲手给您写的放弃书，若是他在沙场殒命，您就拿着放弃书，再加2人。谢之手里的信封很轻，他却忽然觉得烫手，更有千斤之重，一时间更不知所言。多谢林将军送信，您一路也辛苦了。七郎，你先带林将军去用膳吧。楚怀垂着的眸抬起，看了他一眼，过了一会儿才点点头，带着人离开了。许劲松也盯着谢之手上的信看了会儿，眉头微不可见的拧了一下。谢之收好了几封信，并未立刻查看，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原主，也不是真正该收到这些信的人。他略迟疑，不知自己查看是否妥当。
不过看起来这林英杰当初应该正是楚家大郎的亲信，他现在是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此人。他这个做长嫂的照顾着小叔子，照顾着给两人照顾的暧昧不清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楚大夫人，您来了。楚大夫人，您可真厉害啊！石头一直嚷嚷着要找你来，啥时候让他坐坐，没想到他刚过去忙你就来了。想做随时都可以啊，不用等我来。等日后富裕起来了，我还要多做一些，让大家伙都体验体验呢。我怕高，还是等石头来了再做吧。楚大夫人，你现在准备去哪儿啊？一会儿去一趟萧田，得交代他们，这萧田也不能停，试验田要继续进行。我陪你去吧，楚大夫人，你身边怎么也没个护卫跟着，不安全。还是让我去吧。卓兄，这也得讲究先来后到吧。小常，这有啥好讲究先来后到的啊？楚大夫人，等等我。楚大夫人，如今仗打赢了，咱们是不是很快就能回寨子了？那咱今后那寨子也安定下来了，楚大夫人今后可有婚配的打算？目前没有这个打算。不好意思，楚大夫人，俺问错了，俺是想问您可有给楚小姐婚配的打算？您瞧我这张嘴。萧凌的婚事由他自己的心意做主。卓君一开始听他说没打算，目露失望，可听到这一句，却觉得楚大夫人开明，又露出憨笑。常有礼也高兴了不少，脸色还难得有一丝腼腆。见状，卓君对他之前的防备之意也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兄弟，这得靠你自己争气啊！我这次也跟着楚将军出去杀了不少敌军，说不定也能封个小官当当呢。虽然如今已经不及用萧，但此事也不能作罢。只要你们这边能建立出合格的萧田，今后将会作为成功的例子，给其他领地的萧田参考。楚大夫人，您也太努力了，这种事交给别人来办就好了。顺路的事儿，什么努力不努力的，别人闻得，我也闻得。基础不打好，还想盖好上层建筑？在下佩服。说来你也真是有能耐，怎么知道这粪便还能做出做火药的原材料？这给我一辈子也想不出来呀。楚大夫人会的多了，你想不到的也多了。等这次咱们能载人上天的载具消息传出去，别说久安，这陈国、西戎、北仓、南国都得举国震惊一遍。说的也是，真是会举国震惊呢。两人跟在谢之身后嘀嘀咕咕聊着，而这消息也如二人所料，最先收到消息的就是久安了。彼时宋志达和周仲文二人正商量着该如何趁着神山平安寨营地最薄弱时发动攻势，一举拿下平安寨。就凭他们还想跟10几万西戎军打，自不量力。再说了，我舅舅说了，楚怀的脊骨都被打断了，手筋脚筋也被北仓人割了，怎么可能还能带兵打仗啊？他们还真把一个骗子当成楚怀，脑子不好使了吧？为了名声去支援什么成河，真以为他能打得赢啊？我倒要看看他们拿什么守城，别是不出1个月就被西戎军给踏平了。周仲文连声附和，眼底却闪过心虚。那假楚怀是他弄出来的，他还亲自去过平安寨，能不知道平安寨里的那位到底是不是楚怀吗？是啊，宋迪，可不就是你说的这样吗？反正这平安寨咱们必须打，不然留他们在久安，那迟早都是一个祸患呢。那是自然。宋志达傲慢点头，他心里的算盘也打得啪啪响。自己这次没回成河，直接来久安，传到朝廷必然有群不怕死的去弹劾。不过那又如何呢？舅舅会帮他把一切都摆平的，谁让他们头上是太子，是未来陈国的皇帝呢？平安寨必须死。报！喜报！大人，成河镇捷报，楚将军带领军队大败西戎军，守住了成河镇。什么？楚将军内城1万士兵，援军2万士兵，打败了成河镇外13余万西戎军。现在西戎军已经从成河镇外退去了。这不可能！这是谁传的假消息来动摇军心？这消息为信使员亲自骑马加急送来，说是成河此一战用上了会爆炸的火药，还有会飞天的载具，加上不知从哪里来的2万援军，才打赢了西戎军。西戎大将军虎斯曼已经被楚将军亲手诛杀。越说越离谱了，会爆炸的火药，还有会飞天的载具，他们怎么不说他们是阎王爷呢？什么楚将军？我们陈国如今有哪位将军姓楚？再敢喊一句，老子割了你的舌头！这消息在外面已经传开了。是大人。周兄啊，你不会真信了这些人的假消息吧？我看这平安寨的贼头也别装什么楚怀了，怕就是个沽名钓誉的骗子，迟早会被愤怒的西戎军撕碎。周仲文，你不会信了这骗子的说辞吧？
要真是信了，就上了他们的当了。我看，不如我们今天就点兵，捣毁他们老巢，看他们还敢不敢在这瞒天过海，故弄玄虚。宋将军说的是啊，不过你看我这伤，哎呀，我也动不了了呀。不要紧，周兄好好养伤，只要把兵借给我。周兄，如今你带来的兵力已经足够拿下平安寨了，西戎军就在成河，随时都能赶到九安，咱们得留人呢，要不然九安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下一个成河，到时候咱们往哪儿逃？唯一能去的就是望北，可也去不得呀。你不知道那边打得多凶啊，当地那些逆贼简直反了天了，穷凶极恶，见人就杀，还放下话来，只要能杀官府一个人，就能在贼窝里面当官呢。周仲文，少他娘的放那么多屁！你不就是不想去吗？让老子给你冲锋陷阵，少给老子做梦！小心老子让舅舅参你一本，看你这九安守备还做不做得了。宋弟，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可能不想去呢？我恨他们还来不及呢，我是真担忧这一城的百姓啊！滚！你是什么东西？还给老子装起来了！西戎军要是真打过来，你跑得比谁都快。往北不能去，还能去江南、万家，去传万家来，让他们提前把船给老子可备好。是，大人。你是不是表面跟老子装模作样，私底下却跟那些贱民一样在嘲笑老子从成河到了九安？告诉你啊，老子这叫缓兵之计，弃一个九安，我们两个一起保成河，尚有一保之力。要是西戎军分开打你我二人，那才是全完了。宋弟，你真误会了，我怎么会如此作想？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呀，你我当然得合力才能抗敌，不是？哼，少给老子耍花花肠子，怕什么？西戎军要真打过来了，咱们也可以去江南投靠姜王。我就不信凭你我之兵力，姜王不会善待你我。至于楚怀嘛，若真是他也是为了守城。身为楚家军，他敢弃百姓于不顾，他可不敢打我们。打我们那就是造反，看这天下老百姓不骂死他。楚家人这辈子都是皇室的一条看门狗，不敢咬他的主人。宋弟明智啊！行了，老子不跟你掰扯，还是速再差信得过的人去打听，这军情到底是真是假。楚将军带领成河镇3万人大败敌军一共16万，而且前后只用了不到1个月。我的个娘呢，真不敢想象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楚将军姓楚啊，他自然能做得到。这太好了，成河的百姓们安全了。不愧是楚将军，我就知道16万大军都被他3万人打败，简直是战神呐！可不是啊，听说还有什么能爆炸、能带人飞天的兵器啊，这不是神兵下凡是什么？百姓们的议论声熊熊不息，在这些兴奋的声音中，却有一群人黑了脸。他们正是当初从成河镇离开分粮未交的那一批人。可这会儿，他们一个个却得意痛快不起来了。看到成河打赢了，他们没了先前那种自己是聪明人的优越感，再想到当初离开成河时带不走的资产，和成河镇对他们要求再回去就是上交带走的资产，一个个脸色都跟吃了屎一样难看。不管他们如何，这会儿连军营里的士兵们都在高兴。3万人，这不可能吧？他们请天兵了？我留在成河那些弟兄什么样，我可都知道啊。他们都是老弱残兵啊。老弱残兵？楚将军带的是神兵，又能爆炸，还能飞天，还能在天上爆炸。这你们说宋将军和周将军可都是和楚将军是对头，万一日后又叫咱们去打平安寨，这么厉害的神兵咱们打得过吗？打得过？我看是能打得过咱们过阎王殿吧。16万西戎军都被打跑了，咱们怎么可能打得过呀？是啊，再说了，我也不想跟楚将军打，楚将军是咱们老百姓的将军，只有他才会真心保护咱们。比起他们的兴奋，平安寨里众人才是真正被点爆了热情。太好了，我就知道楚怀哥哥和大嫂能行，晚上做梦都是他们用我做的炸药包打赢了呢。哎呦，我还想着这些日子呀，加急把楚大夫人要的火炮做出来，赶快！没想到根本就没用上，这么快就打赢了。成河镇的百姓们总算安全了，就是不知道七郎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娘，你放心，别的我不敢保证，大嫂肯定是着急回来做火炮的。我还不了解他嘛，大嫂一回来，那七郎自然也就回来了。可不是啊，大嫂在哪儿，七郎就在哪儿。他虽这么说着，却丝毫没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什么歧义。咱们就安心等他们回来就是，只不过下次再要打，我
我也要跟着出上一份力。我现在包扎伤口越来越熟练了。楚大夫人，库房里一共是黄金1万两，白银20万两，夜明珠10颗，南海东珠2壶，珍珠100壶，头面及各式首饰100余套，牙雕、玉雕100件，蜀锦20匹，云锦20匹，装花缎50匹，各色宝石1箱，青铜器皿100件，雕花嵌螺钿屏风、点翠屏风等8扇。除此之外呢，还有房屋地契，请楚大夫人过目。